每当香菜便宜的时候，我都会多买一点慢慢用，但是经常把它放到冰箱里，香菜很快就会蔫掉、黄掉，甚至会变得黏糊糊的，结果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。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之后，我保留了这3种方法，因为它们简单易行，而且在日常烹饪中非常实用。今天我将与你们分享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把香菜带回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任何发黄、枯萎或者碰伤的叶子摘掉，就像这样，看起来很简单。但如果你留下几片烂叶子，几天后就会开始产生异味，整把香菜都会腐烂。我之前也犯过同样的错误，结果不得不扔掉一大堆，真是太浪费了。那之后，我立即吸取了教训，每次都会处理好。而且你看，处理完之后看起来整齐多了，叶子也呈现出漂亮的鲜绿色。现在我们拿出一张纸巾，像这样轻轻打湿，只需要稍微潮湿，如果太湿的话，香菜很容易变得软烂。我将香菜分成小束，每束只够1次使用，然后用纸巾轻轻包裹在香菜的根部，像这样，纸巾就能很好的保持水分，有助于香菜在冰箱里保持更长时间的新鲜。之后，我将香菜放入食品储存容器中，我更喜欢用容器装香菜，因为香菜可以整齐的放在里面，不会在冰箱里被压碎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把它放进冰箱。自从我开始这样做之后，我的香菜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，大约1个月左右，叶子依然保持鲜绿，根部也不会变得黏糊糊的。每次做饭时，我只需取出需要的食材，盖上盖子，然后把剩下的放回冰箱。这只是个小小的建议，但对我来说非常方便。每次打开冰箱，总能看到新鲜的香菜。如果还能帮我省点钱，那我就把它当做额外的好处啦。如果你也连续几天使用香菜，这种方法效果特别好。但是当香菜价格便宜，想多买一些长期储存，下一个方法就方便多啦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把剪刀，将香菜的根部剪下来，接着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面加入1小勺小苏打，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，使小苏打溶解，再把香菜放进溶液中浸泡5分钟。5分钟以后，将香菜清洗干净，特别是香菜的缝隙中特别容易藏匿泥沙，一定要仔细一点。完全清洗干净，捞出来沥干水分，然后放在菜板上，将香菜切成小段。这里大家切记要注意，冷冻时一定要将水分晾干，残留的水分是导致香菜快速变质并失去的香味的主要原因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将香菜切好，这样以后每次打开冰箱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用，无需任何额外的准备工作，就可以开始烹饪啦。像这样全部切好，将香菜装进储存盒中，盖紧盖子，放进冰箱的冷冻室。这是我最常用的方法，因为它非常的方便。每次做饭时我都会倒一点出来，直接加入锅中，无需解冻。忙碌的日子里，冰箱里备着这样一盒香菜真的会方便很多。但有时我仍然想要新鲜的香菜，那种可以切好立即使用的香菜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通常会使用以下方法。用这种方法，我们先修剪掉干燥或变黑的底部，像我这样只需要切去一点点，刚好够香菜吸收水分。再次强调，千万不能切太多，必须留下适量的根茎部分。然后把处理好的香菜放进装有水的玻璃罐里，水需要覆盖底部约1至2厘米左右，水不要超过这个量，因为水量过多会导致叶子湿软。当然，做到这一步，我还会另外加一点小步骤，让香菜保持翠绿。我用一个袋子轻轻盖住叶子，但是不会完全封闭，稍微留出一点透气的空间，让空气流通，以便保持水分。现在把罐子放进冰箱或阴凉的地方，每当做饭需要香菜的时候，只需要打开冰箱，它就在那里。每次看见香菜挺立着，叶子鲜绿，
就觉得很开心。像这样保存的话，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切好，然后马上用，无需额外准备。接下来再把剩下的香菜教大家另一种方法。我用这个方法制作香菜粉，以便长期使用。现在把叶子分开，因为叶子最香，但是我也不会扔掉香菜的茎根，而是留着做香菜茶，这样茶闻起来很香，喝起来也很清淡。完成后，我在空气茶锅里铺上烘焙纸，然后像这样把香菜薄薄的铺开一层。这一个步骤需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最终得到的香菜干枯均匀，颜色也非常漂亮。处理好后，让温度调设在90度，烘干13分钟。低温有助于缓慢干燥，保持天然的绿色和香味。时间到以后，我们打开空气炸锅，轻轻翻拌一下。这时拿起来感觉非常轻，叶子酥脆，轻轻一捏就会碎，这个状态就非常好。然后把它装进研磨机里，研磨成我喜欢的质地。完成后，将其转移到干净干燥的罐子中，并盖紧盖子。像这样，既不用担心腐烂，也不用担心浪费，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。只需要在鸡蛋、沙拉或者土豆上面撒上一点，这道菜就变得更诱人。然后把罐子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。自己制作香菜粉让我感到安心，它干净芬芳，而且不含防腐剂。香菜粉非常方便，尤其是我需要快速烹饪的时候。所以有了这4种方法，每当香菜便宜的时候，我只需要准备一次就可以用很长的时间。根据我需要的方便长期储存还是新鲜现用，我会选择合适的方法。香菜不容易变质，我的厨房里总是备着香菜，我再也不会因为扔掉香菜而感到难过了。在我分享的4种方法中，哪一种最符合你的日常烹饪习惯呢？或者你还有其他储存香菜的方法吗？我很想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建议。非常感谢您的观看至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